陈塘匆忙赶到林氏集团，在停车场将车停好，刚赶到门口便看到林初雪，一脸哀愁地在门口东张西望。初雪！陈塘远远叫唤了一声，林初雪看到陈塘，连忙一路小跑过来，紧紧抱住陈塘，扑在陈塘怀里。老公！压抑了一中午的情绪，此刻林初雪再也没有任何保留，附身在陈塘怀里抽泣起来。无论林初雪平时表现得多么强悍，在众人勉强是高高在上的冰山总裁，是女强人，但实际上林初雪内心依旧是一个女人，一个需要肩膀依靠的女人。现在陈塘就是林初雪的依靠，看着林初雪娇弱的样子，陈塘不由一阵心疼，轻轻拍了拍林初雪的后背道：老婆，没事了，你放心，合同的事情肯定可以解决好的，合同是你谈好的，除了你，云梦国际不会和任何人签合同，就算是奶奶亲自去也不可能签合同。陈塘心疼林初雪，安慰林初雪的时候，嘴里便不由泄露了几分秘密。林初雪本来就在怀疑陈塘的身份，听到陈塘如此信誓旦旦的话语，有些疑惑地从陈塘怀里抬起脑袋。陈塘，你……林初雪正准备继续询问陈塘，公司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，朝前走了2步，又故意退回来。哟，这不是琳达总裁吗？还有我那个窝囊的姐夫。哎呀，堂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啊，我和奶奶都感激你呢，正考虑给你发个5毛的奖金，突然出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林初雪的堂弟林峰。这个冤魂不散的家伙在奶奶的帮助下再次赢了一局，心中高兴，正准备出去和狐朋狗友约会，恰好碰到了林初雪和陈塘，自然免不了要嘚瑟一番。看到林峰，陈塘的第一冲动就是上前将林峰狂揍一顿。亲爱的姐夫，我知道你很想打我，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乱动。你看那边我的保镖开着摄像头呢，若是你打我的视频传到网上的话，堂姐怕是就会死得更快哦。林峰得意地指了指不远处一个保镖，那边的保镖手里拿着手机，镜头正对准陈塘和林初雪。你卑鄙！林初雪气得在原地直跺脚，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林初雪从小学习的都是正统的经营手段，对于那些无赖的手段，林初雪是一点也没学会。陈塘会被威胁？不可能！陈氏嫡系第3代弟子，爷爷布局中将手下最得力的老将庞老都布置在西南，其实隐约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帮陈塘配置自己的基础班底。就算林峰在网上上传视频，陈塘完全可以一句话封杀。林峰这么快就忘了你干的好事？3年前在巷子里，难道你就不怕后半辈子牢底坐穿？陈塘说话的同时摇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，明确提示林峰自己手里的黑料。那次在奶奶生日宴会上，陈塘抖出这个黑料之后，林峰可是自己亲自放弃了总裁职位的资格啊。可是今天林峰听到陈塘的话之后，一点儿也不慌张。姐夫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听不懂？3年前巷子里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呵呵，都过去了3年，就算有什么事情，难道姐夫凭几张照片和视频还能将我怎么样？若是人家爹妈都不在呢？林峰眯着眼睛，大腿一抖一抖的，无比嚣张的样子让陈塘很不爽。但陈塘从林峰如此嚣张的样子中看出了端倪，那个女孩的父母怕是出事了，应该是被林峰处理了，不然林峰不可能这么嚣张。哼，陈塘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既然你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，到时候你还是带着我的堂姐一起去捡垃圾吧，那里的气质很符合你。林峰笑得非常猖狂，黑料的证据被毁灭，陈塘没有把柄威胁他了，林峰还虚火个毛线。但林峰不知道的是，陈塘若是想要对付他，方法至少100种。关于林峰的黑料，陈塘手里还多了去了，不过林峰背后是奶奶在支撑，这个奶奶3番2次如此强烈的想要让林峰夺权，
让陈塘心中也有些怀疑了，这个奶奶不正常。正常的奶奶就算和孙女之间有什么过节，也不至于如此赶尽杀绝。既然林峰和奶奶喜欢蹦跶，就先让他们蹦跶2天。反正合同那边陈塘已经叮嘱过孔华了，林峰和奶奶肯定是不可能签订的。到头来，若是林氏集团想要这个合同，还是必须要回头求林初雪。而这2天正好可以让韩优月再次仔细调查一下林氏集团，特别是奶奶和林峰爷爷林初雪这些人的关系。不过就这样放了林峰，呵呵，这不是陈塘的风格。陈塘一般不记仇，因为有仇当场就报了。啪！林峰的狂笑还没停止，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声。下一刻，林峰感觉自己像是被狠狠抽了一鞭子的陀螺，在原地猛然旋转了好几圈，最后砰的一声撞在旁边的花坛上，头破血流，嘴里牙齿碎裂了好几颗，半边脸浮肿起来像猪头一样，懵逼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。陈塘，你敢打我？你……林峰嘴里咆哮了一声，转头朝陈塘那边看去的时候，顿时目瞪口呆的呆住了。陈塘站在原地搂着林初雪，似乎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，一动不动，根本都没动过啊。那刚才谁打的我？林峰眼神朝周围找寻了一圈，此时公司门口就只有林初雪、陈塘、林峰和自己的那个保镖这几个人。公司进出的人员虽然好奇这边发生了什么，但都是远远绕开3人从侧门进出的。那么刚才打林峰的只可能是陈塘，但陈塘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动作这么快。林峰心中巨震，陡然想到旁边自己那个保镖手里拿着手机在摄像，连忙呵斥到李大牛，你刚才拍摄到了，到底是谁打我啊？那就李大牛的保镖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脑袋，老板，刚才我眼睛花了，忘了按下开关，没拍。不去！林峰感觉自己心脏被狠狠扎了一刀，自己怎么有这样的蠢货保镖？混账，你要气死我啊！林峰暴躁地疯狂抓扯着自己的头发。陈塘、林初雪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跪着求我。明知道是陈塘揍了他，但林峰却没有任何证据，这一顿打白挨了。林峰捂着半边脸狠狠瞪了陈塘一脸，呵斥了保镖一声，忙不迭地离开。林峰的那个蠢货保镖还在神补刀。老板，我们去哪里？林峰气得狠狠在那保镖屁股上踹了一脚。你脑残啊，没看到我脸都肿成猪头了？肯定是去医院医生啊。等林峰走远了，林初雪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老公，你真厉害，打得好。林峰肯定是陈塘打的，周围所有人都不清楚，但林初雪肯定是清楚的。刚才陈塘一直是搂着林初雪，但在中间有不到1秒的时间，林初雪清晰感受到陈塘松开了他，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又折转了回来。而就是在这个空档的瞬间，林峰被揍了一巴掌。若不是陈塘，打死林初雪也不相信。陈塘宠溺地搂着林初雪，心情好点了。走，我们找个地方吃东西，边吃边聊。2人离开公司大门走了不到500米，在一家饭店2楼找了个卡座，随便点了2样小菜。坐着等上菜的时候，林初雪陡然想到一个问题。对了，老公，你上午在干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去云盟国际了？之前林初雪和唐倩去云盟国际谈事情，唐倩说迈巴赫里的男人有点像陈塘。林初雪当时还没怎么在意，但现在越想越有这个可能。陈塘当然知道林初雪在怀疑什么，不过陈塘现在还没打算坦白。本来之前陈塘对林初雪坦白过一次，林初雪不相信，那就干脆一直装穷下去好了。上午吗？我 KTV 一个同事住院了，我去医院去了一趟，在来见你之前，宏发物流的老板正要请我吃饭呢。陈塘说的基本都是事实，的确
去了医院，也的确和沈超见面了，但却隐去了去云门国际的事情，背后的手段暂时不让林初雪知道都好。这个傻妞就让她傻傻的幸福就好。现在陈塘七情绝骨第2种母骨宿主也有了线索，陈氏祖灵的钥匙也有了线索。陈塘觉得自己应该还是有能力保护自己这个单纯的老婆。林初雪眼神中闪过一抹失落，其实内心里林初雪还是有些期待，那个迈巴赫里的人就是陈塘的。林初雪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，或许林初雪就只希望陈塘好吧，万一自己被奶奶和林峰报复，有个什么3长2短，至少陈塘自己还有自保能力啊。不知不觉中，林初雪已经将陈塘的位置放在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。林初雪失神了，瞬间陡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陈塘，你刚才说什么啊？宏发物流的沈总请你吃饭，那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昨天陈塘帮忙从宏发物流那边将2000万钱款要了回来，唐倩可是将陈塘夸奖的上了天。当时陈塘如何大发神威将那些保镖打倒，沈超见了陈塘如何装孙子。林初雪本来打算昨晚和陈塘好好谈谈的，但昨晚时间太晚了，而且因为奶奶一票否决权的事情，林初雪也没什么心情。今天恰好聊到这里，必须要聊清楚。陈塘点点头，对啊，就是沈总。呵呵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不过是帮沈总办了点事情而已。沈总比较感激我，然后就还款了，请我吃饭了。对于陈塘的话，林初雪只是将信将疑，总感觉陈塘有什么关键信息隐瞒着自己，但关键林初雪又找不到任何破绽。在陈塘的安慰下，中午和林初雪这顿饭倒是吃得舒坦。下午林初雪回公司正常上班，陈塘提前去皇家 KTV， 在徐云的办公室里睡了一觉。3点多的时候，陈塘是被郭丽的电话叫醒的。怎么样，陈哥，想好了没？今晚同学聚会要不要去？6点，鸿运酒楼，要不我来接你？陈塘长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苏若萱在群里都那样说了，我不去怕是不行了，接我就算了，到时候我们在酒楼前碰头吧。虽然陈塘现在还是 KTV 的员工，但实际上陈塘是皇家 KTV 的老板，整个 KTV 除了徐云之外，其他所有人都知道陈塘5点多就开溜了。经理刘恒自然也不敢有任何多话说，开车到鸿运酒楼的时候已经是5点40多了，门前的车位都比较紧张。不过送酒楼的泊车小哥看到陈塘这辆限量版的迈巴赫，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忙不迭地将车位空出了3个，这才引导陈塘的车在最中间的位置上停下。陈塘下车，在门口台阶上稍微停顿了下，蹲下身来将鞋带系好，刚站起来身来，肩膀猛然被人狠狠一拍。哟呵，这也不是我们班的陈大傻子吗？呵呵，怎么来的这么晚？电瓶车没电了？还是打不到车？陈塘抬头一看，一个穿着花格子衬衫的青年，怀里搂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正是大学一个班上的同学方哲。方哲和齐军是当时班上公认的周子阳的2大狗腿子啊。虽然毕业这么多年了，这2个家伙似乎还是喜欢捧臭脚。路上有点堵车，所以晚了点。方少怎么也这个时候才到？毕竟都是同学，既然来了，招呼肯定要打的。方哲嘴角一翘，朝那边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指了指。我也堵车啊，刚才前面有一辆电瓶车傻逼的挡在我前面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早知道我该带你一程的。哈哈，你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这样的豪车吧？方哲每一句话无比展示着他的优越感。陈塘很好奇，在自己面前这些人哪来的优越感？陈塘长叹了一口气，都说大学同学会，没啥意思，果真是如此啊，非要攀比吗？陈塘还没开口，门口一个肥胖的身影快步出来。陈哥，你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，再猜你就差不多来了。怎么被疯狗咬了？来的正是陈塘大学唯一的好兄弟郭丽，胖子一个，但为人豪爽仗义。
看到方哲嘚瑟的样子，郭丽丝毫没客气地对了回去：郭丽，你骂谁是狗呢？你最好放尊重点儿。方哲的家底和郭丽比较起来，其实还要差点儿，所以对郭丽还是有几分忌惮。郭丽冷冷一笑：我就骂你了，你能怎么地？要不你来咬我啊？方哲想要发飙，但想到自己父亲的公司和郭家还有些业务往来，最终忍住了，狠狠瞪了陈塘一眼。陈塘，你给我等着！方哲搂着自己的女人，放了句狠话，快步朝鸿运酒楼里面赶去。郭丽伸手勾住陈塘的脖子，安慰着陈塘道：陈哥，不要跟疯狗一般见识，走。聚会的楼层是在3楼的一个大包间里，3张桌子已经陆陆续续坐了不少人，最中间的一桌上上手坐着周子阳，身边空出了一个座位，在两边便是齐军、秦瑶、方哲，还有原先班上的赛西施张清梦。张清梦其实是有几分紫色的，不然在大学也不可能有差不多3位数的男朋友，名副其实的交际花。陈塘扫了一眼，眉头一皱，眼神自然而然朝右边那一桌走过去。在华亚系，座位是很讲究顺序的。很显然，周子阳所在的这一桌像是传说中的主桌，陈塘也没兴趣凑热闹。不过陈塘才刚刚转向，坐在周子阳身边的张清梦侧身在周子阳耳边道：周少，赶紧让陈塘坐过来吧。陈塘若是不坐过来，轩轩怕也会跟着陈塘过去。周子阳眉头闪过一抹阴戾。周子阳之所以在群里号召说组织一场同学会，真的是因为陈塘中奖，那就太小看周子阳了。周子阳只不过正好找到也借口罢了。组织这场同学会，周子阳的目标在于苏若萱，当年的校花到现在还单身。周子阳觊觎苏若萱很长时间了，今天联合张清梦、齐军、方哲等人，房间都开好了，下定决心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将苏若萱弄到手。周子阳怨恨陈塘的原因也在于此。周子阳对苏若萱无比热情，可是大学4年，苏若云正眼都没看他一眼，反而是对又穷又傻的陈塘格外亲近。不过张清梦说的对，若是陈塘不坐过来，苏若萱肯定会坐到陈塘那一桌。想到这里，周子阳伸手在张清梦腿上捏了一把，快步起身，一脸热情地招呼着陈塘道：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陈百万吗？来，还朝哪边走？赶紧坐这里来啊，位置都给你留着了。周子阳2步跨到陈塘面前，伸手拦住陈塘，不让陈塘朝侧面桌上走去。陈塘顿住脚步，没什么表情地看了周子阳一眼，还是算了吧，我坐在旁边这一桌自在。虽然旁边那一桌上的那些同学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但至少还有2个可以说说话。跟周子阳那一桌的人，陈塘实在尿不到一壶。周子阳嘴角一抽，怎么陈塘中了100万就飘了？不给面子？不给面子又如何？陈塘看周子阳的确不爽，甩开周子阳的手臂，淡淡的道：你以为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现场已经到的20多个同学全都呆住了。这个陈塘初入社会几年真的飘了。上大学那会儿，陈塘可不敢对周子阳这么说话。周子阳家里据说是云城2大霸主周家的远房旁支，虽然算不上正统，但至少也抱住了周家这条大腿呀。在云城，谁不给周子阳一个面子？周子阳翻了2面，突然笑了。陈塘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个头没长，脾气倒是长了不少啊。你知道周氏集团吗？家主周明是我三叔。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在整个云城封杀你？周明呵呵。陈塘心头哑然一笑，弄了半天，原来周子阳还能和周明扯上关系。不过根据陈塘所掌握的情报，周明这一代根本没有兄弟姐妹，就算是堂哥堂弟都没有，又如何能当三叔？不过陈塘也懒得拆穿。行啊，大班长愿封杀就封杀吧。陈塘还要多说，郭丽伸手拉了陈塘一把：陈哥，算了吧，今天本来是来同学聚会的，也别闹太僵了。郭丽对周子阳也大概了解一些的，虽然周明不算是周子阳真正的三叔。
但周子阳多少能和周家扯上关系，还是有不少能量的。陈塘和周子阳真的撕破脸皮，对陈塘并没有什么好处。陈塘还没开口，包间门口突然响起一阵银铃般的声音：陈塘，你已经来了？刚才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怎么不回我？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美女快步朝陈塘这边走来，曲线优美，气质出众，特别是旗袍下面的小白腿，看起来摄魂夺魄，正是当年大学的校花苏若萱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好多同学都经历了社会的沧桑，但苏若萱看起来依旧清纯、性感、美丽。包间里所有的男性同胞看苏若萱的眼神都直勾勾的，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。而所有的女性则都有些自惭形秽。走到陈塘面前，看了看剑拔弩张的陈塘和周子阳，苏若萱伸手撩了一下耳边的发丝，好奇地询问道：你们都不坐？来，陈塘，快坐下吧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一直都不理我。说话的同时，苏若萱伸出纤纤手指，拧住陈塘的耳朵，将陈塘拽着在中间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，而苏若云挨着陈塘坐下。亲密的行为，苏若萱的身子都快趴到陈塘身上去了。看着苏若萱的动作，周子阳极度的双眼喷火：若萱，要不你坐这边，我给你留的有座位。周子阳指了指上边他旁边的那把椅子。苏若萱头都没回，随意挥了挥手：不用啊，我挨着陈塘坐就挺好。正好我有些事情要问陈塘。靠！周子阳气得太阳穴上青筋暴露，妈蛋该死的陈塘，抢老子的风头！周子阳扫了一眼，看到包间门口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开水壶和几个杯子进来，眼珠子顿时一转，伸手从服务员手里拿过水壶，朝杯子里倒了满满一杯开水，双手端着，一脸微笑地递到陈塘面前。陈塘，刚才对不起啊，我态度有些激动。来，喝杯水压压惊。周子阳将水杯送到陈塘脖子的位置，手臂陡然一侧，用劲儿将开水朝陈塘的脖子里倒进去。哎呀，不小心手滑了，够狠，那可是开水啊！周子阳居然心狠地想要朝陈塘脖子里灌进去，这若是灌下去，那陈塘岂不是要连皮都烫掉？你干什么？周子阳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苏若萱反应也够迅速，嘴里娇喝一声，想要将陈塘拉扯到一边，但陈塘却只是嘴角一翘，一点开水吗？呵呵，陈塘那13个顶级师傅训练陈塘的时候，严酷程度比这可是大多了。再说一点，开水对陈塘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就算将开水喝下去，陈塘利用气劲护住内脏，依旧屁事没有。不过就这样放过周子阳，这不是陈塘的风格。刚才周子阳端开水的时候，陈塘就注意到了，所以周子阳走过来的时候，陈塘已经提前预判。眼看水杯和开水都要飞溅出来，陈塘动了手指，轻轻一挥，一道目光不可见的气劲将杯子里的开水重新逼回去，同时卷着杯子横飞了出去，准确无误地对着周子阳小腹倒下去。杯子运行的轨迹完全不符合科学物理规律。现场所有同学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苏若萱的话语硬生生顿住了，周子阳半句话还没说完也呆住了。3秒钟之后，周子阳的一声惨叫让众人都回过神来。妈呀，我操，好烫好烫！一杯开水全部倒在周子阳的裤裆里，周子阳顿时像被火烧了屁股一样，开始在原地又蹦又跳，手舞足蹈，像个猴子一样，又像是杰克炫在放飞自我蹦迪。滑稽的模样，妖孽的舞姿，让在场的众位同学都快憋不住笑出声来了。在场男人会心一笑，而女孩子则是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。坏，太坏了，这个陈塘原来深藏不露啊！一招反杀漂亮，但却不仅限于此。陈塘还不忘站起来继续补刀，
哎呀，周班长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怎么把水倒在自己裤里去了？烫不？要不要来点风油精凉快下？噗嗤，神探马风油精，冰火两重天嘛。周子阳根本顾不得什么形象，蹦蹦跳跳的朝包间外面的洗手间冲去。陈塘，你太无耻了！等周子阳离开之后，陈塘双手一摊，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位同学。我无耻吗？呵呵，只是不小心而已嘛。当年上大学的时候，陈塘被家族封杀，没有任何依靠，自然需要隐忍。不过现在家族禁令解除，对于这些骑在他头上撒野的混账，陈塘就无需再忍。齐军和方哲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想到周子阳的遭遇，都感觉到生疼。两人狠狠瞪了陈塘一眼，快步站起来跟着周子阳一起出去。等几人离开之后，苏若萱再也忍不住，咯咯娇笑出来，伸手在陈塘的胸口捶打了2下。陈塘，你太坏了！不过一杯开水下去，周子阳不会真的烫坏了吧？话语说出来，苏若萱突然感觉自己的话语似乎有歧义，脸上不由浮现一抹红晕。陈塘重新在座椅上坐下，放心，没事的。我刚感受了一下，那开水应该是冷却过的，也就50-60度的样子，有点烫，但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在包间里收拾地面的服务员也连忙应答道：对，这位先生说的对，我们的开水都降温处理了，有点烫，但不会烫伤的，只是刚才那位先生需要换裤子罢了。郭丽坐在陈塘另外一边，对陈塘比划了一个大拇指，陈哥牛。话语说完，郭丽脸上又浮现一抹担忧。陈哥，刚才你是爽了，可得罪了周子阳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我家里的力量有限，我怕也是帮不了你啊。郭丽家族虽然有点钱，但要和周子阳家族对抗，还差点距离。他敢！苏若萱娇喝一声：陈塘，是我未来的夫君，谁敢动他，我跟他拼命！又来了。陈桃有些头疼地揉了揉脑袋，这个苏若萱这么多年一直追着自己不放弃，这个执着劲，陈塘也当真佩服。几人闲聊了几句，陈塘正准备找机会给苏若萱解释，周子阳和齐军、方哲几人有说有笑的再次进入包间，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周子阳身上原来打湿的裤子已经不在了，现在穿的是一条碎花短裤，应该是刚才在楼下买的。周子阳扫了一眼包间里的众位同学，哈哈一笑道：来来来，我看人也都来得差不多了，大家开始点菜吧，今天难得大家聚到一起。还有我们陈塘同学可是中奖了100万啊，今天就让他请客好不好？周子阳也是高手，2句话不动声色的便将话题引到了陈塘身上。妈蛋，幸好开水不烫，否则周子阳就绝后了啊！让你算计老子，那么今天就顺便宰你一顿。陈塘在群里说过，中奖100万之后，已经花费了80万出去，剩下10多万，一顿饭也要给他吃个差不多吧。周子阳的心思，陈塘自然清楚，陈塘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。今天才参加聚会，陈塘本来就是冲着苏若萱来的，既然苏若萱已经见到了，陈塘留不留下来都没什么区别。不好意思各位，似乎上大学的时候，你们也没谁请我吃过饭，我也没义务请你们吃饭。你们若是要吃饭，请自便，我走了。说话的同时，陈塘站起来，便打算真的离开。如此干脆利落，让周子阳发愣了3秒。这个陈塘不按常理出牌，后面可不好继续往下踩啊。既然陈塘非要往枪口上撞，那就必须要狠狠虐陈塘一顿，让苏若萱知道究竟谁才能配得上他。别啊，陈塘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到一起，你看校花同学和郭丽都在这里，就算不请我吃饭，请他们吃饭总应该的吧。周子阳很懂钻营，知道在大学的时候苏若萱和郭丽跟陈塘的关系不错，所以便拉上了苏若萱和郭丽2人当挡箭牌。见陈塘犹豫了片刻，周子阳继续开口道：这样，陈塘，我也不占你便宜，你中奖了100万，今天这顿饭我们俩一起请，1人1半如何？周子阳卡里有30万，
周子阳已经决定了，今晚就朝着一顿饭40万造，一人20万，陈塘到时候拿不出来那么多钱，看陈塘怎么办。怎么样，陈塘校花同学对你可是非常青睐啊，若是你一顿饭都舍不得请，岂不是让人很看不起啊？若萱，你说是吧？周子阳有些得意地朝苏若萱询问道。这是赤果果的示威，比有钱吗？你一个窝囊的上门女婿，难道还比我有钱？周子阳不知道的是，陈塘中奖100万完全就是一个借口罢了。陈塘还真的比他有钱，而且是有钱多得多，多几百倍上千倍都不止。陈塘就是因为钱太多了，怕吓到林初雪、徐云等人，所以才掩盖了自己的富二代身份。但苏若萱和郭丽并不知道陈塘这一重身份。苏若萱连忙拉了拉陈塘的衣袖道，陈塘，别听他的，你挣点钱也不容易，别浪费了。郭丽也开口道，周少让陈哥请吃饭就算了吧，我们都知道陈哥的日子不好过，我请，要不我和周少我们一起请大家吃饭如何？说完这话，郭丽也不由咬了咬牙。虽然郭丽也是富二代，但家底毕竟没有周子阳那么厉害，一年的零花钱也就10几20万。为了帮陈塘挡锅，郭丽可是将自己1年的零花钱都搭上了。对于苏若萱的关心，还有郭丽的拔刀相助，陈塘心中是暖心的。若说上大学还有什么好处，就是结交了郭丽和林初雪这2个朋友。滚！周子阳皱了皱眉头，郭丽，你在这凑什么热闹？你还想帮陈塘出头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父亲那个建筑公司在我周家面前毛都不是。郭丽有些气愤的想要反驳，陈塘却连忙伸手拍了拍郭丽的肩膀道，老郭，没关系的，不就是请吃饭吗？既然周少要和我一起请大家，那我若是再不给面子，岂不是看不起这些同学？请就是了。周班长，咱们一人一半。陈塘再次开口朝周子阳确认。周子阳嘴角浮现一抹微笑，陈塘上钩了吗？很好，等会儿有让你哭的。对，一人一半。若陈少拿不出来这么多钱，我6你4也可以的。周子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踩踏陈塘。陈塘淡淡一笑，不用，开始点菜吧。同学们，咱们这顿饭可是千载难逢啊，今天都可劲儿了点儿，鲍鱼、龙虾、海参、燕窝、飞天茅台，都别客气。对了，服务员，马爹利1715，先每桌来2瓶吧。另外80年份的拉菲3瓶，记得要醒酒半个小时。陈塘拿着菜单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一顿猛点。听着那一连串的名酒名菜，所有同学都傻眼了。怎么感觉陈塘对这一套一点也陌生呢？似乎一切都手到擒来，甚至有些操作方法。好多同学都不知道啊，他到底是真装的还是假装的？这还是他们之前认识的那个怂包陈塘，傻子陈塘。苏若萱在旁边单手支撑在桌面上，托腮看着陈塘，眼神中充满迷醉的神色。这个陈塘怎么看都好看啊，这样的男人是我的。黄鱼鱼子酱。陈塘还准备继续往下点，周子阳都感觉心脏一阵猛然抽动。够了够了，先等等陈塘，你该不会是耍我吧？故意点这么贵的东西，然后不付钱逃单？刚才陈塘简单的几个菜品加起来至少都10几万了，若是按照陈塘继续这样点下去，他是30万都打不住了。周子阳虽然想借助这个同学会将苏若萱拿下，但关键周子阳的卡里也只有30万啊。若是这一顿消费超过60万，虽然陈塘也可能拿不出来，那周子阳也拿不出来。这样的情况，周子阳若是向家里要钱，老爹若是知道周子阳一顿饭吃了60万，怕是要扒了他的皮。陈塘将菜单丢在桌子上，淡淡看了周子阳一眼。怎么，周班长不就几个菜吗？这就请不起了？若是周班长请不起，就学狗摇摇尾巴。这顿饭我请了就是，以彼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是陈塘惯用的手法。哼，谁说我请不起？不过你总要证明你有多少钱吧？周子阳脸色有些不好看，
特别是看到陈塘脸上一脸淡定的样子，周子阳总感觉自己似乎上了陈塘的贼船。陈塘掏出手机，快速登录手机银行 APP， 将其中卡上的余额打开，里面还剩15万8千多人民币。看清楚了，这里面的数额不是假的吧？这张卡里的余额正是之前陈塘转账100万之后，帮林初雪买了那对耳环和几件衣服之后，剩下的钱。周子阳眼睛在手机上确认了几眼，心中也安心点。15万8嘛，很好，那就照着36万的菜品来点，平均一个人18万。周子阳能支付，但陈塘就尴尬了。周子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呵呵，陈塘同学败家能力还真是不一般啊！才中奖的100万，才2天就只剩下是15万了。来，既然如此，同学们都放开了点啊，别替陈塘同学省钱，陈塘的钱不比自己多。周子阳就没什么顾忌了，接连又点了几个大菜。苏若萱扯了扯陈塘的衣袖，有些娇嗔的道：陈塘，你非要将你那点钱败家玩吗？你以后生活怎么办？不想一下后面的日子。郭丽在旁边长叹一口气，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塞给陈塘，低声道：陈哥，我卡里只有10万哎，就算请客你也不应该给他看你的余额啊。周子阳摆明了要坑你，让你下不了台嘛。陈塘让他知道了自己卡里只有15万，周子阳故意点菜，让菜品到36万。陈塘和周子阳每人18万，那陈塘的钱就不够了。陈塘将卡重新退回给郭丽，嘴角微微一笑道：哼哼，坑我吗？到底是谁坑谁都不一定呢。你们不用担心我，等会儿等着看好戏就是了。其实我是富二代，非常富的那种哦。陈塘神秘地对两人说了一句。郭丽切了一声：拉倒吧陈哥，你还富二代也从没见你富过啊，别逞强。等会儿结账的时候我和你一起去。郭丽是真正的铁兄弟，这一点陈塘算是看出来了。既然苏若萱和郭丽都不相信自己是富二代，陈塘也懒得争辩了，拿出手机迅速编辑了一条短信发给庞老：庞老，给我卡里转100万，我要装个逼。庞老很快回短信了：少爷，咱们不能委屈自己啊，我给您转1000万吧。这个少爷生活也太寒酸了，100万还这么掰着手指头用。